如果在地圖上把英国、法国和德国所有的现役部队加在一起，你会得到一个庞大的数字78万。但在这个世界，有一家私人公司的员工数量比这3个欧洲强国的兵力总和还要多。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像是个单纯的商业统计，但当危机真的爆发时，这些数据代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掌控力。歡迎來到年產值2600億美元的私人安保帝國，從擁有80萬大軍的影子軍團，到掌控中東油田防禦的戰爭承包商，再到坐擁8000輛裝甲車的移動金庫。當國家力量退潮，究竟是誰在接管世界的安全秩序？今天我們就來揭曉全球那些私人安保公司到底都擁有怎樣的實力。首先，我們要聊的是這個行業裡的哥斯拉，也就是那些搞人海戰術的綜合型巨頭。在這個領域，如果你不知道聯合環球公司，那你基本就等於沒入門。這家總部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公司，就是剛才我們提到擁有80萬員工的那個怪物。很多人可能會問，一家保安公司怎麼可能長這麼大？難道全世界的安保都被他們收編了嗎？這就不得不說一下聯合環球的發家史，總結起來就一個字，那就是吃，而且是狼吞虎咽的吃。故事要回溯到2016年，那時候它還只是2家美國本土公司，雖然在北美有點名氣，但也僅僅是在家裡橫一下。但是從2016年這2家合併開始，這家公司就像是開了掛一樣，開啟了瘋狂的貪吃蛇模式。資本市場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在這個低利潤的行業裡，想要賺錢就必須有規模效應。你管一個保安是管1萬個保安也是管，後台系統是一樣的，制服採購是一樣的，人越多，你的邊際成本就越低。於是在短短幾年內，聯合環球連續吞併了10幾家競爭對手，甚至在2024年利率這麼高，大家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時候，他們還一口氣買了6家公司。而它最驚人的一次進食發生在2021年。那一年，聯合環球直接砸出51億美元的現金，一口吞下了當時的世界老大英國的 G4S 傑富士。G4S 大家應該都熟悉，當年的倫敦奧運會安保就是他們承包的，甚至在阿富汗，他們還有自己的私人監獄業務。這家英國公司曾經是日不落帝國全球安保的象徵，但是商場如戰場，這場51億美元的收購直接制造了一個跨越90多個國家、營收200億美元的巨無霸。現在的聯合環球玩的是一套非常精明的雙品牌策略，在美國老家他們繼續叫聯合環球，但在歐洲、中東和非洲他們保留了 G4S 的牌子。為什麼？因為在那些地方 G4S 這3個字就代表了100年的殖民地管制經驗和深厚的人脈網絡。但是擁有80萬人真的是好事嗎？在管理學上，管人是最難的。80萬人意味着80萬張嘴，80萬份保險，還有80萬個可能出錯的環節。只要有一個保安在執勤的時候睡着了，或者和一個小偷勾結了，公司的名譽就會掃地。所以聯合環球現在的核心戰略正在發生一場巨變，他們正在試圖把這80萬血肉之軀改造成數據終端。這裡要重點聊一個叫 Helios 的人工智能平台，這是聯合環球現在的掌上明珠。這玩意兒到底神在哪裡？舉個例子，以前的安保是反應式的，保安坐在監控室裡盯着幾百個屏幕，看久了必然會走神，手機一響，注意力就散了。或者保安在園區裡巡邏，走到哪算哪，完全憑心情。但是 Helios 這套系統把每一個保安都變成了一個遊戲裡的 NPC， 它利用 AI 算法實時分析每一個路人的行為，甚至是車輛的軌跡。如果這套系統發現有一輛黑色的轎車在過去的1個小時裡繞着你們公司的倉庫繞了3圈，而且每次都在後門這個監控盲區停留了2分鐘，傳統的保安可能根本發現不了這個規律，但 AI 會立刻報警。他會通過手持終端直接告訴最近的巡邏人員，嘿，別玩手機了，那輛車有問題，現在立刻馬上上去查查。這就叫預測性防禦。以前是出了事再抓人，現在是還沒出事我就知道你要幹壞事。這種從物理看守向數據分析的轉變，才是聯合環球之所以能稱霸全球的真正秘密武器。他們賣的不再是人頭，而是安全感。
在安保公司這條賽道上，如果說有誰能跟美國人的人海戰術掰一掰手腕，那一定是來自瑞典的赛克利達。這家公司有着快90年的歷史，总部位于斯德哥爾摩。在歐洲，赛克利達那3個紅點的 logo 幾乎和宜家一樣出名。但是這幾年，這幫瑞典人突然悟了，他們發現跟美國人拼人頭是死路一條。為什麼？因為歐洲的勞動力太貴了。在瑞典、在法國、在德國，請一個保安，你得管他高昂的工資、社保、假期，甚至還得擔心工會找麻煩。這種靠賣人頭賺差價的模式，在歐洲已經走到頭了。於是，赛克利達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甚至可以說是壯士斷腕的決定。根據報告顯示，他們在2024年第4季度簽署了一份協議，把法國的機場安保業務給賣了。你要知道，機場安保以前可是香饽饽，那是國家的臉面啊。但在赛克利達看来，這塊業務雖然流水大，但利潤薄得像紙一樣，而且風險極大。一旦漏過一個恐怖分子，公司就得破產。甩掉了包袱之後，他們拿錢去幹什麼呢？去買科技。他們花大價錢收購了史丹利安防，這是一家专門做電子監控、系統集成和遠程報警的公司。現在的赛克利達與其說是一家安保公司，不如說是一家 IT 公司。他們主推的核心產品叫智能安全合夥人方案，听起來很虛，咱们來拆解一下它的實際應用場景。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老闆，以前你晚上需要雇5個保安在厂區巡邏，1年下來工資加上管理費是一筆巨款，而且保安會偷懶、會睡覺，甚至可能會被外面的團夥收買。現在赛克利達跑來跟你說，老闆，把你那5個保安辭了吧，裝上我們的設備。於是他們在你的工廠裡裝上一堆帶熱成像、動態捕捉的智能攝像頭，還有震動傳感器，然後把這些數據全部連到他們幾千公里外的中央指揮中心。在這個指揮中心裡，一個訓練有素的操作員坐在恆溫的空調房裡，面前是像黑客帝國一樣的屏幕陣列，他一個人就能同時盯着10幾個甚至幾十個工廠的安全狀況。一旦你工廠圍牆上有震動，或者攝像頭拍到了熱源，系統自動彈窗，操作員直接通過遠程廣播吼一嗓子，那個穿紅衣服的離圍牆遠點，警察已經在路上了。如果對方不聽，操作員可以遠程啟動阻攔裝置，或者直接呼叫最近的巡逻車。這就是赛克利達。對於客戶來說，選擇赛克利達，你的安保成本直接砍掉一半。對於赛克利達來說，利潤率則是直接翻倍。畢竟攝像頭不會請病假，不會要加班費，更不會在夜班的時候打瞌睡。報告裡寫得很清楚，赛克利達的目標是把集團的運營利潤率提升到8%甚至10%。在傳統安保行業，這簡直就是暴利。這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未來的安保戰爭不是靠誰的拳頭硬，而是靠誰的算法強，誰能用更少的人管住更大的地盤。聊完了那些坐在寫字楼裡數錢的巨頭，咱們得換個角度了。畢竟對於很多硬核軍迷朋友來說，大家更關心的還是那些真正在槍林彈雨裡討生活的角色。在這個領域不得不提的一家公司，就是來自加拿大的嘉達國際。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史蒂芬·克雷蒂耶也是個傳奇人物。1995年，他拿着僅2.5萬加元起家，這大概也就買輛破車的錢。他硬是憑着一股狠勁兒，把一個小作坊幹成了現在估值140億加元的巨頭。他們不像聯合環球那樣熱衷於在商場門口抓小偷，他們專门往那些別人不敢去的地方鑽。無論是中東戰火紛飛的油田，還是非洲政變頻發的動盪地區，甚至在某些國家連警察都不敢去的混亂街區，你都能看到嘉達國際的人。他們護送外交官，保護石油大亨，或者把聯合國的人道主義物資穿過布滿路邊炸彈的街道送到目的地。而在他們的發家史上，有一個名字是繞不開的，那就是艾鬼斯防禦服務。嘉達國際在2015年收購了這家公司，這可是個大動作。艾鬼斯這個名字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那可是響當當的。那時候的伊拉克大家都知道，亂得像一鍋粥。薩達姆倒台了，新政府還沒立起來，遍地都是武裝分子。美軍雖然打贏了正面戰場，但是根本沒精力，也沒足夠的人手去管每一口油井、每一條輸油管道的安全。這時候，權力的真空出現了，誰來填補這個真空？私人安保公司。艾鬼斯當時在伊拉克的南部重鎮巴士拉搞了一個叫鋼鐵之環的項目，這是一套極其嚴密的區域防禦體系。他們不僅僅是派幾個保安站崗，而是直接建立一個包含情報網、快速反應部隊、檢查站和無人機偵察的準軍事防禦圈。在這個圈子裡，他們就是法律，他們就是秩序，甚至連美軍有時候在當地活動都得依賴他們的情報支持。說到情報，除了能打，嘉達國際還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杀手鐧，叫做 Claris 24，这是加达国际旗下顶级的综合風險管理、危機應對和情報公司。這玩意兒說白了就是這一行的預言家。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跨國公司的高管，雖然有錢，但是對地緣政治可以說是一竅不通。比如，一個做生意的老闆想去某個正在鬧政變的非洲國家談礦產合同，他怎麼知道哪條路是安全的，哪家酒店不會被炸？這時候 Claris 24就派上用場了。他們通過遍布全球的眼線，甚至是一些前情報人員的關係網，實時分析每一個角落的風險。他會告訴那個老闆，這周三別去市中心，因為反對派要遊行，或者那個酒店的安保系統有漏洞，建議換一家。這種服務在和平年代可能覺得沒啥用，但是一旦到了亂世，這就是保命服務。看到這，你可能會問，既然他們這麼厲害，那他们跟雇傭兵到底有啥區別？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敏感但又不得不提的話題 PMC， 也就是所謂的私人軍事承包商。很多人分不清 PMC 私人軍事承包商和 PSC 也就是私人安保公司到底有啥區別，甚至覺得他們都是合法的雇傭兵。其實在法律層面上，這兩者有着天壤之別，這也是加达國際這些巨頭現在最在意的事情。傳統的雇傭兵是進攻性的，誰給錢多我就幫誰攻城略地、推翻政府，這在國際法上是明令禁止的黑產，一旦被抓那是沒有戰俘待遇的。但是現在的加達國際，他們強調自己是 PSC， 是防禦性的，他們的合同裡會用律師斟酌了無數遍的詞句，寫着我們只負責保護這個油田的圍牆之內，或者我們只負責把這個人活着送到機場，只要你不主動攻擊我，我就不會開槍，但如果你敢動我的客戶，那不好意思，我手裡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不過要說到在戰區討生活，如果加達國際是現在的行業楷模，那我們必須得聊聊那個大家心知肚明卻又諱莫如深的行業禁忌——黑水。在安保圈，這個名字就像是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一樣，代表着最狂野、最血腥，也是最無法無天的那段歲月。如果說現在的安保巨頭是穿着西裝的經理人，那當年的黑水就是一群嚼着煙草、戴着奧利克墨鏡、把槍掛在胸口的西部牛仔。時間回到2003年，那是私人軍事承包商的淘金時代。美軍打下了巴格達，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治安戰的泥潭。正規軍不夠用了，誰來保護美國的大使？誰來保護 CIA 的特工？艾里克·普林斯帶着他的黑水公司登場了。他們不像那種只會看大門的保安，他們招募的全是前海豹突擊隊、游騎兵，甚至是三角洲部隊的退役老兵。他們的作風只有一個字：狠。在伊拉克，黑水的車隊擁有絕對的路權。如果你開車靠近他們的車隊，哪怕只是慢了一點，迎接你的可能就是一梭子警告射擊，甚至是一發穿甲彈。黑水最著名的也是最慘烈的廣告，發生在2004年的法魯街。當時4名黑水的承包商在護送物資時遭遇伏擊身亡，這一幕震驚了全世界，也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性質。美軍為了給這4個人報仇，發動了2次法魯街戰役，把整個城市轟成了廢墟。這件事讓全世界意識到，原來在戰場上除了正規軍，還有這麼一群拿着高薪幹着髒活的私人軍隊。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黑水的牛仔作風最終惹出了大禍。2007年，黑水的車隊在巴格達的一個環島，因為感覺受到威脅，便隨意開火，直接捅破了天。黑水公司瞬間變成了屠夫的代名詞，被千夫所指。為了活下去，這家公司開始了著名的換皮求生之路。他們先是改名叫 XE， 試圖用一個毫無意義的名字讓人忘記過去，後來發現不行，又改名叫阿卡德米，聽起來像個搞學術的。最後，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資本運作，他們被併入一個叫康斯特利斯的集团。現在的康斯特利斯雖然手中依然握着這支曾經全球最精銳的私人戰術力量，但他們已經變得極其低調。如果你去他們的官網看，你會發現滿屏都是合規、風險管理、後勤支持這些冷冰冰的商業詞彙。曾經那個敢在巴格達街頭橫衝直撞的黑水熊爪 logo 已經徹底消失在歷史的塵埃裡，但黑水的幽靈並沒有散去，它給這個行業留下了一個永遠的教訓，那就是不管你的槍法有多準，如果你不能搞定律師和媒體，你終究是一顆隨時可以被拋棄的棋子。正是因為黑水的隕落，所以現在的加達國際也好，其他的巨頭也罷，都在拼命的搞合規化。
他們加入了各種國際公約，比如国際私人安保行为準则。現在他們的員工在開槍之前，腦子裡得先過一遍法律條文，這一槍開出去符不符合交戰規則，會不會引來國際訴訟，會不會導致公司股價大跌。這聽起來有點憋屈，但這恰恰是他們能做大做強的關鍵。現在的私人安保已經不是當年的西部牛仔了，他們更像是一群带着律師上戰場的特種兵。不過動刀動槍畢竟是下策，在真正的安保專家眼裡，最高級的防禦不是擊斃敵人，而是通過提前預判，讓危險根本沒有機會發生。那這就需要一樣東西，那就是情報。既然提到了情報，那我們就聊聊這個行業裡最神秘、最有格調的一群人——平克頓和華險集團。如果說嘉達國際是戰場上的步兵，那這兩家就是現實版的軍情六處和007。先說平克頓這個名字，在安保史上那就是祖師爺級別的存在。早在1850年，這家公司就在美國芝加哥成立了。你知道嗎？英語裡的私家偵探這個詞兒，其實就是源自平克頓那個畫着一隻大眼睛的 logo。平克頓的歷史簡直就是半部美國史。1861年，正是平克頓的特工挫敗了刺殺林肯總統的巴尔的摩陰謀。在美国內戰期間，他们甚至直接充当了聯邦的情報機構，也就是現在美國特勤局的前身。他們抓過西部大盜傑西·詹姆斯，也護送過蒙娜麗莎的全球巡戰。但是到了2025年，平克頓已經不再是那個抓火車大盜的牛仔偵探社了。現在的他們全面轉型成了企業風險管理專家。他們現在的目標是那些跨國集團的 CEO 和董事會。比如一家著名科技公司的絕密原型机丟了，報警可能會洩露商業機密，導致股價大跌。這時候他們就會找到平克頓，平克頓會利用他們深入全球供應鏈的調查網絡，像做手術一樣精準地把盜版網絡和內鬼給挖出來。而另一家公司華險集團則專注於一個更讓人心驚肉跳的領域——綁架與勒索談判。想象一下，你是一家跨國石油公司的高管，在南美的某個叢林裡被反政府武裝綁架了，綁匪開口要5000萬美元，否則就撕票。這時候你的公司大概率不會直接報警，因為警察可能會把事情搞砸，他們會撥通華險集團的電話，華險集團的專家會立刻介入，他們不是去硬搶，而是去談判。這幫人通常擁有心理學、談判學背景，甚至很多就是前人質談判專家，他們知道怎麼跟綁匪周旋，怎麼壓低贖金，怎麼確認人質還活着，怎麼安排贖金的交付路徑，確保人質能安全回來。報告裡還提到一個震撼的案例，在1999年，印尼發生金融危機，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社會騷亂和針對外籍人士的暴力。那時候，很多外國員工被困在當地，機場被封鎖，街道上全是暴徒，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正是平克頓這樣的機構策劃了一場好萊塢大片級別的撤離行動，他們在暴亂的中心規劃路線，協調車輛，打通關節，最終成功把431名外籍員工毫髮無損地帶了出來。這靠的不是槍，靠的是對當地局勢的精準判斷和深不見底的人脈網絡。所以你看，無論是平克頓還是華險集團，現在的頂級安保賣的不僅僅是武力，更是一種確定性。誰能給富人提供確定性，誰就能賺走最大的那塊蛋糕。聊完了人、槍和情報，我們最後要聊的是這個行業裡最實在的東西——錢。字面意義上的錢，在這個電子支付橫行的年代，你可能覺得運鈔車這種東西快被淘汰了，但現實告訴我們，恰恰相反，這就是布林克和普羅賽格的天下。布林克這家擁有160多年歷史的公司是全球现金物流的霸主，他們擁有超過8000輛裝甲運鈔車，這支裝甲軍團的規模比很多國家的陸軍裝甲部隊還要龐大。但是現在的運鈔車早就不是以前那個裝着防彈玻璃的卡車了，布林克正在把每一輛車都變成一個互聯網終端，這就叫現金生態系統。以前錢上了車在哪裡，安不安全全靠司機匯報，現在通過車載遙測系統，總部可以實時監控每一輛車的位置、速度，甚至是油耗。報告裡提到一個有趣的數據，僅通過優化路線和監控駕駛行為，布林克成功把燃油成本降低了9%。在幾千輛車的基數下，這省下來的就是幾千萬美元的純利潤。而且他們現在的任務不僅僅是運紙幣，他們運的是高價值資產。什麼是高價值？從瑞士銀行的金條到博物館的無價名畫，甚至是現在的戰略物資、高端芯片，這些東西的運輸不能有絲毫閃失。布林克提供的是從倉庫到倉庫的全流程武裝押運。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西班牙的普羅賽格则是拉美市場的絕對霸主。
在巴西，在阿根廷，普罗塞格的黄色運鈔車就是街頭一警。由於當地的治安環境複雜，搶劫運鈔車的事情時有發生，所以普羅塞格的武力值非常高，他們的運鈔員往往裝備着比警察還要精良的武器。但即便如此，普羅塞格依舊在尋求轉型。他們現在不僅運錢，還通過雲端視頻分析，幫銀行和零售店抓內鬼。利用 AI 實時識別商店裡的盜竊行為或者客流異常，從搬運工到管家，這就是現今物流巨頭的生存之道。講到這裡，我們大概把這個行業的幾張面孔都看了一遍，有靠人海戰術搞壟斷的聯合環球，有靠高科技攝像頭搞遠程監控的賽克利達，有在戰區裡搞武裝護送的加達國際，還有在幕後運籌帷幄的平克頓。雖然他們的手段不同，業務重點也不一樣，但如果你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其實都遵循着同一個邏輯，那就是實用主義。在過去，國家的安全是由軍隊和警察来壟斷的，這是一種公共服務，是为了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底線安全。但是隨着全球化的擴張，隨着跨國公司把觸角伸到了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你會發現國家的力量有時候是鞭長莫及的。美軍不可能為了一家石油公司的鑽井平台去派出1個連的兵力守在那兒，法國警察也不可能跑去非洲深山的礦山抓小偷。在這個巨大的真空地帶，私人安保公司就成了一種必然的替代品。他們不講究什麼政治立場，他們只講究效率、成本和結果。如果用 AI 能省錢，他們就裁掉保安用 AI；如果需要防彈車，他們就買裝甲車；如果需要和當地軍閥談着，他們就會派帶着箱子的談判專家去。這種完全由市場需求驅動的安全服務，雖然聽起來有點冷酷無情，但你不得不承認，在很多國家力量無法到達的縫隙中，它是維持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當然，隨着未來無人機技術、AI 技術以及生物識別技術的進一步普及，我想這支私人軍隊的形態還會發生更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許有一天，保護你安全的不再是那個看門的大爺，而是一架在你頭頂盤旋的帶有聯合環球標誌的私人無人機，甚至是一個在你手機裡24小時監控你周圍環境的 AI 算法。誰知道呢？畢竟只要是有風險的地方，就會有生意。你會把身家性命交給哪家公司呢？下期再見。